施南生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的追思会可以让周润发、梁朝伟、向太夫妇，包括谭咏麟、冯小刚、李冰冰，甚至需要坐轮椅出行的洪金宝都到现场送别呢？可以这样说啊，她呢就是80年代香港电影的幕后操盘手，是真正的爽文大女主，是情商、智商、财商均超一流的非常厉害的女性。没有她，可能就没有80年代全球仅次于好莱坞的辉煌的香港电影工业。那么她为什么会这么厉害？为什么会如此有江湖地位呢？今天王瑶就给您讲一讲。施南生啊，首先他的出身就很不一般，他祖籍上海，父亲呢是富商，而母亲呢是大家闺秀。15岁他就到国外去读书了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他回到香港，手握着计算机和统计学的文凭，他精通普通话、上海话、粤语以及英语、法语。那他回到香港的第一份工作呢，是去了公关公司。大家注意，他没有进入自己的家族企业啊，自己在独立的打拼。那后来呢，因为他非常出色的能力，就被挖到了电视台工作。大家要知道，当时的香港影视圈的从业人员，要么是文艺青年，要么呢就是像成龙这样的全武行。那像他这样的海归派，而且懂计算机、懂成本管理的人才凤毛麟角。而且呢，他还是理科思维，做事情非常的理性冷静。于是啊，仅仅在电视台待了3年之后，他就成为香港电视圈手握全台预算和行政大权的实权女高管。那个时候他才30岁呀。厉害吧？想一想我30岁在干嘛呢？还挺浑浑噩噩的呢。好，那到这里呢，他的履历还都是在电视圈，后来怎么就会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操盘手呢？那转机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。26岁那年呢，他认识了后来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一位年轻的艺术家，这个人呢就是徐克。那关于他俩的爱恨纠葛，我会在下一集详细给您说。在1981年，徐克呢和黄百鸣、曾志伟等人共同成立了新艺城影业，但是麻烦也随之而来。就像前面所说的，他们都非常有才华有天分，但是都不懂运营管理。比如说当时他们拍的电影叫《最佳拍档》，虽然创下了影史的票房纪录，但是因为账目混乱啊，成本支出非常的大，竟然一算账没赚着钱。那于是他们不得不重金请来了当时徐克的女朋友啊，也就是施南生。那施南生呢，也成为了新艺城7怪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。他到了新艺城之后呢，搭建了一套标准化的财务管控体系，管资金调度，管整体的发展方向，以及海外发行工作。因为他外语好啊，并且又有很多的资源。在这要多说一句啊，因为他的人脉非常非常的广，其实有黑帮的这个事情也都是他去处理的。那过去香港电影啊，从来没有人进行如此精细化的管理，那这套管理方式特别奏效，让新艺城是大放异彩。后来呢，在84年，徐克跟新艺城拆伙了，那施南生呢，自然也就跟着这个徐克出来，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继续沿用这套办法。那这套办法依然非常的奏效。这个时期，他们拍摄了像《英雄本色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喋血双雄》，还有《黄飞鸿》等等多部经典的电影。当时徐克管创作，施南生是全面负责全局的管理工作。您看他是不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？而且啊，看到他们如此辉煌的成绩，那其他的电影公司呢也就纷纷效仿。比如说洪金宝、成龙他们的像宝和、威和、嘉禾影业，以及向华强、向华胜的永盛等等，他们都学习了这套方法之后，尝到了又卖座又能赚钱的甜头啊！甚至这套模式到今天啊，都深深影响着大陆的电影工业以及商业模式。所以说他是后来繁荣的香港电影工业的核心操盘手，这个说法不为过吧？那其实呢，他还有一项非常辉煌的战绩，那就是电影《无间道》的海外发行。当时呢，他已经是环亚综艺集团的副主席了，是《无间道》系列的核心出品人。正是他主导跟好莱坞谈判，把这部电影的海外翻拍权高价卖给华纳，这才有了后来拿下4座奥斯卡的好莱坞版的《无间道》。那么这也是华语电影海外输出的最成功案例，没有之一。他又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。此外呢，还包括后来爆火的狄仁杰系列、龙门飞甲啊，包括智取威虎山、西游伏魔篇和长津湖等等电影制片人也都有他的名字。这样梳理完毕，您是不是就知道他为什么有如此之高的江湖地位了？也就知道为什么他的追思会可以吸引半个娱乐圈前来悼念了吧？不过要说起他的情感故事，
恐怕就没有这么爽文大女主了。有人说她的一辈子都让徐克给耽误了，无儿无女，最后还遭到背叛。但是也有不同意见，有人说她在这段感情当中清醒体面。那到底怎么看她和徐克的感情故事呢？这个话题王阳明天继续给您讲。